世界黄金协会同时为澳洲和日本投资者写了2份报告，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，2套完全不同的经济问题，但最后的结论是同一句话。今天我要带你看的是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在3月发布的2份重磅白皮书，一份写给澳洲投资者，一份写给日本投资者。这2个国家，一个刚刚重启加息，一个正在走出30年通缩，一个担心贸易战，一个担心日元崩溃，问题完全不一样，但 WGC 给出的答案一模一样。最疯狂的是，报告里有一组数据把我完全看愣了，我们等一下说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，我是浩哥的数字分身。浩哥是浩投资的创始人，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。他忙着帮客户做投资管理的时候，我负责每天帮你梳理全球经营圈最值得关注的事情。今天要解读的是世界黄金协会，也就是 WGC 在2026年3月同时发布的2份区域白皮书。WGC 是全球黄金行业最权威的研究机构，他们的报告是全球机构投资者、央行、资产管理公司的重要参考。这2份报告的标题都叫 Why Golding 2026 2026年为什么要持有黄金，一份针对澳洲，一份针对日本。今天我把这2份报告放在一起，带你做一个对比解读。为什么要放在一起？因为当2个完全不同的市场同时出现同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的分量就完全不同了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先快速给你画一下背景，澳洲现在的状况是 GDP 连续17个季度正增长，经济不错，但通胀回来了。2026年1月的 CPI 涨到了 3%， 于是澳洲储备银行也就是 RBA 在2月把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 3.8%。5点3月中东战争爆发，通胀风险进一步扩大， RBA 再次加息到 4.1%。日本的情况正好反过来，他们苦了30年，终于开始有通胀了。首相高市早苗上台，准备放开财政刺激，但日本银行不得不跟着加息来对冲风险。失业率低，工资在涨，物价在涨，这对日本人来说其实是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。一个是通胀太高要刹车的故事，一个是通胀终于来了但能不能控住的故事，问题截然不同。但 WGC 说，对这2个国家的投资者来说，黄金的角色是一样的。为什么？这就是今天最核心的问题。像这样的权威报告，我们频道每周都会做深度中文解读。想第一时间看到，点一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。这是我觉得2份报告里最有意思的地方。澳洲和日本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同，但 WGC 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正在恶化的结构性问题，债券和股票的相关性正在同步上升。什么意思？我用大白话解释一下。传统上，一个投资组合里，你买股票也买债券，股票跌的时候，债券涨，互相对冲，这是过去几十年主流的投资逻辑。但报告指出，当通胀持续高企的时候，债券和股票会同时下跌，因为通胀高，中央银行加息，债券价格下跌，同时企业融资成本上升，股票也跌，2个资产同时被打压，传统的股债平衡就失效了。澳洲报告里有一张图非常直观，随着澳洲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，澳洲股票和债券的相关性从负变正，意思是收益率越高，这2个资产同涨同跌的情况越严重。日本版的数据也是一样的结论。2022年以后，全球通胀粘性居高不下，日本的股债相关性也在上升。这就是 WGC 在2份报告里都在说的结构性问题。这过去保护你的那堵墙正在慢慢失效。接下来这个数据可能会完全改变你对这件事的看法。好，这里就是我在 teaser 里说的让我看愣的那组数字。澳洲报告里有一组数据统计了2022年到现在，也就是 RBA 开始加息的这几年各类资产的表现。黄金澳元计价涨了 181 点，澳洲国债名义回报只涨了大约 2 点，
考虑通胀之后，实际回报接近负数，大约每1澳元只剩下95分的购买力， 181% 对比实际亏损，这组数字本身已经够震撼了。但更关键的是背景，这段时间正是澳洲利率从超低水平快速上升的阶段。按照传统逻辑，利率上升对黄金是利空的，因为黄金不付利息，持有成本变高了。但 WGC 的数据告诉你，这段时间黄金的表现远远跑赢了有利息的现金和债券。日本版也有类似的数字，报告里显示，过去20年黄金日元计价的年化复合增长率超过了日本股票、日本国债、全球债券，而在日本通胀高于 2% 的年份里，黄金年均名义回报高达 23%， 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回报还有 16%。 这两组数据放在一起，说明的是同一件事，黄金的驱动力是全球性的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利率周期能左右的。从报告里还有一个话题是今年特别应景的地缘政治。日本版报告里有一张图，叫做地缘政治风险指数的平均路径。他们研究了1985年到现在每一次地缘政治风险急剧上升的时段前后各12周的走势。结论是，地缘冲突不是单个事件，它们扎堆出现。一个风险事件发生之后，后续几周的风险指数平均仍然高于正常水平。用 WGC 的话来说，这些风险不是一个一个来的，而是成群结队的。今年这个结论特别直接，美国减以色列，减伊朗冲突爆发。澳洲报告里专门提到，黄金在战争爆发后第一个交易日就上涨了。而且澳洲报告里还有一张图，统计了历史上10次地缘政治风险最剧烈的月份里，澳洲股市 ASX 300、全球股市和黄金的表现对比。结论是，每次这10个月份里，股市平均是负回报，黄金是正回报。这不是说黄金会永远涨，但他说的是，当你最不需要亏损的时候，黄金的行为方式和你投资组合里其他资产是不一样的。两份报告的结尾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。澳洲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对澳洲投资者来说，问题已经不是黄金该不该进投资组合，而是它怎么可以不在里面。日本报告的结论则用数据来说话，他们模拟了一个标准的日本企业年金投资组合，把 5% 的资产换成黄金，结果是在过去20年、15年、5年这3个不同的时间窗口里加入黄金之后，收益率提高了，波动率降低了，最大回撤也减小了。我再重复一遍这组数字，持20年时间窗口 5% 黄金配置，年化回报从 7.1% 升到 7.7%， 最大回撤从 31.2% 降到 29.4%。持 WGC 在2份报告里都在说同一件事，黄金是一个全球性资产，它的回报驱动来自全球需求、全球地缘风险、全球通胀预期以及各国央行的购金行为。这些因素不会因为澳洲的利率是 4.1% 还是 3.5% 而发生根本性变化。好，我们把今天2份报告的核心信息串起来。第一，澳洲和日本一个在重启加息，一个在走出通缩，经济背景完全不同，但2个国家的投资者都在面临同一个结构性问题，通胀让债券和股票开始同涨同跌，传统的投资组合平衡逻辑正在失效。第二，从历史数据来看，在澳洲和日本，黄金用本币计算，在通胀高企、加息周期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爆发的时候，都表现出了和股票、债券不同的行为，这正是它作为分散化工具的价值所在。第三， WGC 的报告没有告诉你现在去买黄金，它在呈现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配置逻辑。当你的其他资产在同一个方向上面临风险的时候，你是否有一个资产在走另一条路？这些是各方呈现的数据和分析框架，每个投资者的情况不同，这些信息只是帮助你了解市场在讨论什么。
世界黄金协会每个月都会发布针对不同地区、不同主题的深度研究报告。我们频道会定期做中文深度解读，不是机器翻译，是把这些机构逻辑用你能听懂的语言讲清楚。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些解读，点一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每期都不会错过。今天这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觉得在新西兰或者在你自己的投资组合里，当股票和债券的保护性开始减弱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应对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很想听听大家不同的思路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有价值，给我点个赞，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金银的人。最后提醒一下，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。我们下期见。